我的姐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因为父母偏心姐姐，我被他们赶出家门。姑姑帮助了我，现在他们回头求我帮忙，我拒绝有错吗？10年前，我的家人，特别是我姐凯伦，决定把我赶出家门，我的生活从此天翻地覆。只是因为我在没有他们资助的情况下，自己付了大学学费，在他们眼中，我竟然成了叛徒。在18岁准备上大学时，我变得无处可去。这一切都归功于凯伦，她是家里的天之娇女，总是让我显得无足轻重。凯伦从小就是父母的心头肉，她大我4岁，但我父母对她的爱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。如果她考试拿个 A， 他们几乎要开派对庆祝；但如果是我拿到 A， 他们只会说：“哦，不错。”晚餐吃什么？你懂那种感觉吗？当凯伦去读一所知名的商学院时，父母简直把她当神童捧着。他们支付了一切费用，昂贵的衣服、公寓和学费。与此同时，我只能一边上学一边打工，默默低头努力，知道一切都得靠自己。当我被一所英国名校的历史系录取时，我满心希望他们能帮点忙。结果没有，父母直截了当告诉我，他们没办法付我的学费。我明白学费很贵，但他们甚至拒绝帮我担保学生贷款，这真的让我很难过。我没要求他们全额负担，只希望他们帮我担保，好让我能争取到更好的还款条件或更低的利率，减轻未来的还债负担。然而，他们拒绝了，理由是他们正准备创业，所以资源都要投进去。我们已经付了凯伦的大学费用，现在必须为我们的未来打算。我父母突然变得讲究节俭和责任感。明明花大钱在凯伦身上时，他们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我觉得他们是故意在给我阻挠，但我真的不想错过这所大学。我别无选择，只好去求助丹尼斯姑姑。她是我父亲的姐姐，跟我父母完全相反。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神经外科医生，个性也非常踏实。我父母和她之间总有一种奇怪的紧张关系。在家族聚会上，我父母会假装客气，但很明显他们嫉妒姑姑的成功。特别是我父亲，特别讨厌被他比下去。起初我不想麻烦姑姑，但我别无选择。我联络姑姑，问她能不能资助我的学费，她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当然帮，你怎么不早点来找我？我求姑姑帮我保密，因为我很怕我父亲知道。如果他发现我背着他向姑姑要钱，绝对会发疯。我以为能瞒一阵子，学费解决了，我也准备出发去英国。结果凯伦毁掉这一切。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我找丹尼斯姑姑帮忙的，反正他就是知道了。因为他是凯伦，他绝不会就这样算了，非得闹得天翻地覆。某天晚上，我跟朋友出去，一回到家就觉得气氛不对。我所有的东西都被装在箱子里，书、衣服，甚至床单。凯伦站在一旁，脸上挂着自鸣得意的笑，我父母则坐在客厅，气氛凝重得像在开批斗大会。我父亲二话不说，把一叠纸张扔到我面前。我完全搞不清楚状况，请解释一下这是什么。等我看了内容，才发现凯伦真的疯了。他伪造了姑姑和我之间的电子邮件，捏造说我为了换取学费，出卖家庭，泄露我父母的创业计划给姑姑。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。为了把我塑造成背叛者，凯伦偷用了我的笔电，把姑姑和我之间的真实邮件用修图软体篡改内容，捏造我背叛家庭的证据。我不知道凯伦为何如此讨厌我，竟然用这种方式对付我。我吓傻了。当我试图解释这全是造假的，但我父母根本不听。不管我怎么说，他们只是一直重复着：我们信任你，你却在背后捅我们一刀。显然他们只相信凯伦，他们总是相信他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像被整个世界抛弃了。他们命令我立刻拿着自己的东西滚出去。姑姑已经答应资助我的学费了，我实在不想再给她添麻烦。我哀求父母听听我的解释，但他们完全不在乎，说不想再跟我有任何瓜葛，还骂我是叛徒。就这样，我带着几箱行李和身上的衣服，因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，被正式赶出了家门。姑姑收留了我，没有她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她二话不说就让我住下，让我感受到了多年未曾体验过的家庭温暖。当我父母忙着他们的事业和宠爱凯伦时，丹尼斯是唯一真正关心我的人。这份恩情我永远感激，即使到现在，我依然无法忘记那个晚上发生的一切。凯伦脸上那傲慢的胜利笑容，我父母看我的眼神像在看罪犯，还有我走进家门时，所有行李已被打包好的场景。我站在姑姑的门口，我所有的家当被塞进箱子里，就像个无家可归的游民。这就像一个的噩梦，一个人怎么能从家庭的一份子瞬间变成无家可归？
虽然整个情况很荒唐，但我其实不那么惊讶。我父母一向偏爱凯伦，只是我没想到他们会做得这么绝。丹尼斯姑姑就像是天使一样，完全接纳了我。她没有追问太多，只是告诉我，她的家就是我的家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那种无条件的慷慨真的让我很感动，因为我从未在亲生父母身上得到过这种对待。刚住进姑姑家时，醒来看着陌生的天花板，感觉很怪。但随着时间过去，这里反而比我长大的地方更像家。我们无话不谈，变得越来越亲近。也就在那时候，我才知道姑姑对我父母的行事风格早有了解。多年来，她都尽量避开他们，只是为了尽义务才参加家庭聚会。姑姑告诉我一件惊人的事，我父亲从很久以前就对她怀有敌意。因为姑姑太优秀了，医学院毕业，嫁了好老公，虽然英年早逝，有一个成功的事业。而我父亲虽然过得还行，但总觉得活在姐姐的阴影下，每次见面都带着一种奇怪的竞争心态。据姑姑说，他们的关系早就变成了一场比赛，看谁能在亲戚面前显得更风光。我父亲并不以姐姐为荣，而是憎恨她，不只在事业上，还包括金钱、社会地位各方面。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姑姑，所以他怀疑父母对我的态度，很可能也受到这种嫉妒心理的影响。这些事他多年前就知道了，但为了不让我难过，他一直选择保持沉默。直到我住进他家，他才把一切都告诉我。这些话解开了我心中许多从未明白的疑惑，为何父母总是对凯伦特别好，却对我不闻不问，原来都归结于这种扭曲又病态的家庭关系。虽然和姑姑一起住很好，但我无法完全放松。我一直期待父母会打电话来道歉，或是凯伦突然出现认错。然而，这些从未发生。几周过去，没有任何消息，没有电话，没有简讯。起初我很愤怒，他们怎么能把亲生女儿当空气？但最终愤怒消退，我变得麻木，大脑似乎关闭了所有感觉，这样我才能继续过日子。幸好姑姑一直陪着我，从不逼我谈论那些事，给我时间消化一切。甚至帮我打点好出国留学的所有准备，确保我什么都不缺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熬过那段时间。尽管有姑姑的支持，我父母的沉默还是像一把钝刀，持续切割着我的心。你会以为，就算把孩子赶出门，至少会确认一下他过得好不好吧？我内心某个角落仍然抱有期待，虽然我知道我不该再期待了。整个事件发生大约1个月后，凯伦传了一封简讯给我。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，内容就跟他本人一样讨厌，希望你还好。对了，下次别再把笔电乱放了，就这样。他不但没道歉，还不忘提醒我，我就是因为他才被赶出来的。看着手机，我气得发抖，他根本就是在嘲笑我。我没有回复，因为没意义，凯伦这种人是不会有罪恶感的。他觉得他赢了这场奇怪的家庭游戏。我封锁了他的号码，努力向前看，这并不容易。每次手机响起，我内心还是会闪过一丝希望，会不会是母亲传来道歉的讯息，或是父亲假装什么都没发生，若无其事的问候，但每一次都让我失望。接下来几个月，姑姑和我建立了稳定的生活步调。她不只是姑姑，更是我的朋友、知己，基本上也是我仅存的亲人。我开始看清我父母当得有多失败，他们花光心力把凯伦塑造成他们以为的完美女儿，忽略其他一切。等凯伦犯错时，这也是早晚的事，一切就太迟了。就在我准备出发去英国前，我收到了父亲传来的简讯，简短直接，祝你在英国好运，就这样。没有解释，没有道歉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感觉像被打了一巴掌。发生这一切后，他能说的只有祝我好运。我直接删除了讯息。出发去英国那天，姑姑送我去机场，她紧紧抱住我，说她以我为荣，相信我一定会成功。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有家人对我说这样的话，冲击比想象中大。登上飞机的那一刻，我感觉我不只是离开一个地方，更是放下了那个一直渴望父母认可的自己。我决定，我不再需要他们了。从今以后，我有自己，有姑姑，有自己的未来，我不再需要他们了。如果他们想联络就算了，但我已经不在乎了。英国的生活很棒，我交了一些不错的朋友，适应了大学生活，多年来第一次不用为家里的事烦心。我不能说完全忘记父母和凯伦，但至少不再天天想着他们。我专注学业，规划未来，努力活出自己，摆脱他们的阴影下。我专注于学业，甚至提早完成了课程。毕业回乡后，我找了一份高薪工作，工作多年后，我在市区拥有一间公寓。就在一切看似平静的时候，总会有些破事来搅局。
这时我母亲打电话来了。没错，那个自从我被赶出家门后10年来没再跟我说过话的女人。我盯着手机，脑中一片混乱，要接吗？过了这么久，她现在打来干嘛？铃声又响了几声，最后我还是违背理智接了起来。喂，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，尽管心跳快的要冲出胸口。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下，他好像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最后他终于开口，嘿，是我，是妈妈。我心里想，不然是谁？但我没说出口。10年的沉默后，他突然跟我说，我们得谈谈。我差点笑出来。他现在想谈谈，这可真像他的作风。尽管觉得荒谬，我还是忍不住好奇，他为何过了这么久才找我，到底能有什么重要的事？我冷冷地问，谈什么？他支支吾吾，好像在找最合适的措辞。你爸爸和我想见你。我立刻明白了，他们想见我，不是因为后悔赶我走或想念我，是因为他们需要某样东西，而我大概猜得到是什么了。我直接问，为何想见我？他的迟疑只是证实了我的猜测。等他再开口时，声音变小了，好像想装出关心和母爱的样子。你爸爸和我最近过得很辛苦，疫情让生意变得很难做。果然，真正的原因出现了，财务困难。跟我猜的一模一样。我知道他们的生意不太好，姑姑曾经提过我父母的店铺经营不善，加上疫情，会有财务困难也不意外。在他们对我做了那些事之后，我不打算出手帮他们。我语气平淡回答，哦。我母亲继续说，你姐姐凯伦一直在帮忙处理，但是……我打断她，让我猜猜，凯伦搞砸了。电话那头的长时间沉默说明了一切。当然是凯伦搞砸的，他向来只在乎表面功夫，根本不会认真做事。我母亲深吸一口气，说，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，我们需要帮忙。我笑了出来，实在忍不住。在一切之后，他们竟然想要我帮忙，在把我踢出门，断绝联系，任由凯伦践踏我之后，他们竟然有脸来求我，这脸皮厚得令人难以置信。我低声自语，难以置信。我母亲问，有什么好笑的？语气听起来是真的困惑，好像不懂我为何不立刻跳出来帮他们。我提高音量，你认真的吗？你觉得我会帮你们？压抑了10年的情绪一下子涌上来，我能感觉到怒火在燃烧。我母亲的声音开始颤抖，我们是你的父母，我们不完美，但是我们需要你。即使他看不到，我还是摇了摇头。你声音在抖什么？你们说你们是我的父母，别忘了是你们把我赶出了家门。你宁愿相信凯伦的谎言，也不愿意相信，给我任何解释的机会。我们10年没联络，现在你需要钱就想到我。接着他沉默了，显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大概不习惯我这样为自己说话。以前为了家庭和谐，我总是忍气吞声，但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，不会再任他们摆布。他终于再次开口，但语气变了，不再试图装温柔，而是带着恼怒，好像对我如此难搞感到意外。他尖锐地说，我们还是你的家人，你至少欠我们这么多。我冷冷地回答，我不欠你们任何东西，你们所有的心力都花在凯伦，别忘了，他才是你们的掌上明珠。说完我就挂了。虽然手在发抖，心跳飞快，但却有种奇特的解脱感。终于，我把该说的话说出口了，我不帮他们收烂摊子，他们自己看着办。那天晚上，我把事情经过告诉姑姑，她一点也不意外。他们溺爱凯伦太久了，总有一天会自食恶果。聊了很久之后，我更确信自己做了对的决定。他们偏心凯伦，导致现在的苦果，不是我的责任。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自由。我不需要他们的认可，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人生，绝不会让他们再把我拖进那团有毒的混乱里。更新1，和我母亲通过那通电话后，我以为家庭闹剧就此落幕。老实说，我对结果很满意，终于为自己挺身而出，明确告诉他们我不是他们的救命稻草。我以为他们会放弃，回头继续依赖凯伦，但我低估了凯伦兴风作浪的能力，他不会如此轻易放过我。果然，大约在通话2周后，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我家门铃响了。我一个人住，朋友来之前通常会先传讯息，所以觉得有点奇怪。从猫眼一看，居然是凯伦。一瞬间，我以为我看错了。他来这里干嘛？除了当年那则关于笔电的嘲讽讯息，我们10年没联络了。我第一个念头是假装不在家，但我太了解凯伦了，他知道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最后我开了门，还没开口，他立刻露出那种灿烂又虚假的笑容。嘿，好久不见。我盯着他看了几秒，是啊，很久了。凯伦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他脸上挂着极度讨好的表情，好像觉得能用魅力说服我。
他微微歪头说，我想跟你谈谈，可以进去吗？我双手交叉在胸前，挡在门口，尽量让语气听起来不带情绪。谈什么？他笑容僵了一下，试着装没事。拜托，我们进去谈比较好，是很重要的事。我应该拒绝的，应该当场叫他离开，但好奇心占了上风，我侧身让他进来。我没问他要喝什么，也没请他坐。在他做过那些事之后，能进我家的门，就算他走运了。他进来后打量四周，接着说，公寓不错嘛，好像想先客套一下。我直接切入重点，好了，凯伦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他叹了口气，双手抱胸，妈跟我说了你们的对话，他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我挑眉回道，难过是他把我赶出家门的。他有什么好难过的？凯伦翻了个白眼，好像我是无理取闹的那个。听着，我不是来翻旧账的，我们都知道你一向很难搞。他说得如此轻描淡写，我差点笑出来。我说，你认真的吗？你伪造邮件害我被赶出去，现在说我难搞。他不耐烦地挥挥手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我来是想解决问题。我眨了眨眼，不确定自己听懂了没有。我语带怀疑地问，你想解决问题？他点头，对，我那时候可能反应过度了，但我觉得是时候放下家庭恩怨了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，我压住火气，努力保持语气平稳地说，你觉得你反应过度？你毁了我和父母的关系，你造谣说谎，现在你站在这里讲的好像没什么大不了。他的笑容又褪去一些，我能看出他开始不耐烦。听着，我不是来吵架的，我是来请你帮忙的。我一直在努力维持家里的生意，但有点困难。疫情对我们打击很大，虽然我尽力了，但还是不够。我们可能会失去一切。我冷冷地说，所以你是想让我帮你们脱困？他终于卸下伪装的甜美，说道，我不是来乞讨的，我只是觉得我们或许可以一起想办法。我看你现在过得不错，我想你应该会愿意帮帮家里。他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他想用愧疚感来说服我去拯救那个被他搞砸的家庭事业。我直截了当地说，那你想错了。他愣住，显然没预料到这个回答。什么意思？我说，我的意思是我不会帮你，凯伦。在你做过所有那些事之后，不会。你几乎毁了我的人生，现在你遇到麻烦了，却指望我忘记一切来帮你，门都没有。凯伦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这大概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在我面前哑口无言。他迟疑地低声说，但我们是一家人。我摇头，从你试图毁掉我的未来那天起，我们就不再是一家人了。一阵尴尬的漫长沉默后，凯伦站起来，冷冷地说，好吧，如果你非要这样，那就这样吧。我不会求你。我告诉他，你自己捅出来的篓子，你就自己去收尾。他一句话也没再说，冲出公寓，砰的一声甩上门。我站在原地，一开始有点内疚，但当我想起他对我做的所有事，那份愧疚立刻烟消云散。多年来第一次，我觉得我在掌控自己的人生。凯伦的阴影终于散去了。更新2，我以为凯伦碰壁后会知难而退，但我又低估了他的顽固。不到1周，这次换我父母找上门。又是周六，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响起。我立刻猜到是谁，开门一看，我父母果然站在那里。我父亲看起来很不自在，但我母亲眼里写着今天一定要解决问题。我靠在门框上，问，你们想干嘛？我母亲试着挤出一个友好的微笑，我们可以进去谈谈吗？有些事需要解决。我很想直接把门甩上，但知道如果不让他们进来，他们只会一直来烦。所以我重重叹了口气，侧身让他们进门。他们进来后东张西望，好像嫌我的公寓不够气派。我母亲直接走向沙发坐下，拍拍旁边的位子，像在召唤小狗。我父亲则沉默地站着。我冷冷地说，我站着就好。他笑容僵硬地回答，好吧，我们知道我们之间有些困难。我挑眉说道，困难？你管那叫困难？我父亲终于开口，声音沙哑，我们不是来吵架的。我毫不掩饰恼怒地问，那你们来干嘛？我以为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不帮忙。我母亲的笑容又僵了一下，她大概不习惯我这样顶撞。她身体前倾说，我们不是为那个来的，我们是来道歉的。这差点让我笑出来。为哪件事道歉？为把我赶出门？为相信凯伦的谎话？还是为整整10年来对我不闻不问？我父亲不安地动了动，我母亲脸色变了。他们显然没料到我会这样直接反击。我母亲放软姿态，我们知道我们犯了错，但我们是一家人，家人就该互相扶持。我开始感到不耐烦，又来了，老调重弹，好像打出家人这张牌就能抹去所有伤害。
但这次我不会买账。我相当平静地说，你们来这里只是因为你们需要我帮忙，要不是生意出了问题，你们根本不会想起我。别装得好像很在乎亲情。一阵沉默，我父亲终于再次开口，声音比刚才更粗哑，但也更诚实。你说的对。这回答让我吃了一惊。我看着他眨了眨眼。什么？他叹气，重复道，你说的对，我们搞砸了。我们想信凯伦，甚至没多想就把你赶出去。现在一切都垮了，我们走投无路。我一时语塞，没想到他会如此坦白。相较之下，我母亲试图保持镇定，她显然没料到他会如此直白。我说，谢谢你的诚实，但这改变不了任何事。我母亲用更尖锐的声音插话，这改变不了我们需要你的事实，我们养大你，你欠我们的。又是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。他们真心认为，光凭他们是父母，我就欠他们，好像多年的忽视和偏袒都不算数。现在他们有难，我就该出手。我冷冷地说，我不欠你们任何东西，在你们选择相信凯伦而不是我，选择把我赶出去却不关心我死活的时候，现在要我救你们，天下没这种道理。我父亲保持沉默，只是羞愧地盯着地板。但我母亲还没说完，她提高音量说，我们是你父母，我们养大你，照顾你，现在你就这样抛弃我们？我摇了摇头，现在连替他感到难过的心情都没有了。这些年照顾我的是姑姑，你们选择了凯伦，现在只能跟他绑在一起，这是你们自己的问题。我母亲看起来要爆发了，但我父亲在他开口前伸手按住他的手臂。他站了起来，这是他进门后第一次正视我的眼睛。他用一种稳定但沮丧的语气说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不会再逼你，我们只是需要试一试。有一瞬间我差点心软，但当我想起他们对我做的所有事，那份同情立刻消失了。我帮他们开门，我希望你们能解决问题，但我不会参与其中。我父亲点点头走了。我母亲愤恨又不甘心地看了我最后一眼，也跟着离开。我在他们身后关上门，静静站了一会儿，让寂静包围自己。我终于跟他们断干净了。我这样做有错吗？